了，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些煤全被他们倒腾到日本去了。这可全是中国人的血呀！这一次一定要摧毁它。矿上的弟兄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今天要让日本人好看了。快！这还有2杆枪，迅速打扫战场！那边好，快撤离战场！快点儿！快走，快脚下！快！都快点儿！快跟上！快！迅速撤离！小李，后面的来！同志们，继续挖！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发起的战略性进攻战役——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仅在前3个半月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攻克据点2990余座，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此役，八路军伤亡17000余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
打破了日本逼迫国民政府投降的图谋，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极大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要来！
随抗日根据地军民，贯彻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在华北各省敌后军民的殊死坚持下，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蚕食清剿图谋破产了。快，迅速打扫战场！报告，动作都快点！快！报告！村南方向发现大量日军向我们靠近。村长，乡亲们都撤离了吗？都完全撤离了。好，给他们一座空城。是，撤！走。喂，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同志，你们又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是新六旅的。我们是新六旅的。我们是新六旅的。假的，我们就没有新六旅。啊！冒充八路军，今天让你们尝尝真八路军的厉害。同志们，打！同志们，打扫战场！首长小心！首长回来！回来！首长，首长，全撤回来！撤！快！上来了，抓紧时间，休整攻势，不准南洋。大班长，集合部队，准备战斗。好，走，跟我走。
那个山头给我夺回来。是。放！
去！快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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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的炮火正在延伸。两排炮连，开火！杀！不用管他，他可以向阿布报告去了。是。报告杨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对敌人的分割包围了。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了对鬼子的包围。漂亮。进攻。是。目标：峡谷内日军，快速攻击！预备！发！来，手给我，小心点。师长，师长，师长，怎么样？都撤下来了吧？全部都撤下来了。好，准备出发。是。戴安澜的第200师，在撤离铜鼓的行动中，既没有丢失1名伤兵，也没有丢弃枪械、弹药、辎重，是撤离战的一个范例。这一仗，第200师固守铜鼓整整12天，
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创造了歼敌5000余人的战果，重创日军第55师团。这一仗打击了日寇的气焰，从那几天的日伪报上来看，确实是把日本人给打晕了，但是也把我给打醒了。这几年，政府一直在应对着日寇，而收获了对他们的防范。中共短短的几年间，一下子跑出来了百团大战，这还没算上他们在山东的主力1154新四军及各地的散兵游勇。如果再加上这些，他们该有多少个团，多少人马？两位都计算过吗？大概有40-50万吧。卫所，您再下一个限制令。限制令，我是要下的。短短几年间，他们有几万人，就变成了几十万人。如果抗战再有个3年，那他们不就是有100万之众了吗？不过，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援助，这个限制令我已经不好再下了。健身，在，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是，听卫所安排。现在的情况要比原来恩来电报中讲的还要严重。他们说我们诱而不及，可是就在今天，我们的八路军还在前线进行了一场大的战役。我们的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可是他们却要求我们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国民党企图消灭我们的野心从来没有变过，这一点共产党人必须要清楚。何应钦、白崇禧他们发来的号电再次说明了国民党的这个态度。不知道啊，同志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期限是1个月。他何应钦搬个家那是可以的，可我们是好几十万人呢。这又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老对手这次可是下了大的决心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告诉全党，国民党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因此，我们必须要认真应对。要告诉我们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的同志们，一定要跟国民党人说清楚，讲明道理。剿共则亡国亡党，投降啊，老蒋一定崩溃。在必要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们给撤出来，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主席，根据他们的号电，咱们是不是该给点回应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参谋次长白崇禧并承蒋委员长，八路军、新四军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是唯一任务。4年来，抗击众多敌人，收复广大失地，其战绩为国人所见。为伪作明令嘉奖，最近百团大战又受伪作勉励，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都是事实，怎能称自行行动？
关于战区问题，其在华中敌各部所属地方，是人民反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的，北调将更失去民心。关于编制问题，八路军、新四军孤悬敌后，要战胜敌人，达成统帅部所负战略任务，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队，同时这也是编制脱离任务造成的。至于破坏行政范围，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50万之众仅领4、5万人心饷造成的。但为顾全大局，对江南部队遵循北移，选请放宽期限，以求做好解释再行调动。对于江北部队，因是遵循伪作庐山讲话和告同胞书而组织的抗日武装，为保证完成抗日任务，应给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编制，增加定额，补充粮饷及医药。以朱、彭、叶、湘名义发送，将电文发给新华日报。是。此乃抗战关键时刻，日军正在加紧策动中国投降，国内也有人在策动反共摩擦高潮，为投降扫清道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形势极危，希望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立即呈送何应钦、白崇禧，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两位对这份东西有什么看法？他们已经服软了。魏佐，那下一步？一步步变。朱老总，您看，又是一份号电。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八路军撤到黄河以北，仅限1个月。走，去杨占领。请。报告主席，几点？再加上这里，主席。皖南，我们已经做了让步，其他地方寸土不让。芜湖、宣城、青阳，这宽不过180公里，纵深呢也不过50-60公里，这是一个危险的地带。主席，依据收到报告，顾祝同从抗日前线抽调3个师，正在向新四军军部运动。那日军有什么反应吗？正在密切监视。几点？新四军军部命令所有的皖南部队在12月底全部转移完毕。是。第52师、108师为右翼，展开于统领、泾县、水济桥、丁家渡一线，向戴家汇、三里店、听潭进攻，而后向繁昌发展。是。以第40师、11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展开于湾滩、茂林、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湾一线，向云岭、河湾、沙土角进攻，而后与右翼协同向长江南线、
旧县、底岗、八梗头方向发展。是。79师和62师于廊桥和三七镇之间设立阻击阵地。是。12月31日前完成作战准备。是。国民党は我が軍の正面から7個師団を引き上げました。どこに向かった？安徽南部であります。中将の考えは？高みの見物と参りましょう。ずっと待ち続けるのか？目先のことしか見えず、自分が狙われているのもわからぬ哀れなカマキリであります。首长好。主席，周老总，收到新四军的电报，他们开始动了，但是没有向北。哦，动了。我们心急如焚地等了2个月，他们总算是动了。不管怎么说，动了就好，让他们向北。国民党会在苏南布下口袋，有这个可能。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集驻皖南云岭地区部队的北移行动开始了，显然为时已晚。国民党第3战区已经对新四军军部完成围剿部署，约8个师，8万人枪，在云岭周边布下了一个大大的口袋阵。不对呀，这不像是北伐名将的打法。再这么走，不就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吗？有什么消息吗，老总？主席。哎，情况怎么样啊？报告，急电。念。他们改变了行动方向，不是向苏南，而是向西南。这里太明显了。元月6日，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奉蒋介石命，对北移新四军采取行动，严令彻底加以肃清。冲啊！一代北伐名将，一腔报国热忱，国运乎，时运乎？不公可忍，不平可忍，唯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不能忍。叶挺将军的命运遭际，令人唏嘘悲愤。皖南事变悲剧激怒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给周恩来夜间营发电。是。我新四军东进，行进至太平，进县兼至茂陵，遭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已过6日，突围不出，望给予国民党方面交涉，即日解围，防我军东进北上。同时告知国方面，国民党有意破裂，应敦促国民党改变方针，以维护
抗日统一战线之大局。请转告蒋先生，让他下令立即撤围，否则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如果他愿意背上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骂名，可以走下去，我们共产党奉陪到底。周先生，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也不用发火嘛。我就是要发火！我告诉你，上官云香，这绝不是误会，你们早有预谋。有一点你们必须清楚，你们现在围住的只是新四军的军部，新四军还在，八路军还在。我同意刘少奇、陈毅12日的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他们10日之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应对蒋介石准备歼灭我皖南新四军9000人的计划。如果我们皖南的新四军被他们消灭的话，那我们就赶紧彻底全部的歼灭韩德勤、沈鸿烈部队，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为负周恩来，我的意见是：一，毛林方面可以停止进攻，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二，新四军可以走苏北，但必须执行以下几个条件：一，部队过江之后，不可以和韩德勤的部队发生摩擦；二，需继续北上往河北去，但不可以盘踞；三，新四军过江之后，可以发弹10万，并加军饷；四，希望他周恩来叶剑英能转告前方，不将此事件扩大。那委员长，周恩来他懂得的。主席，刚刚收到周恩来董必武发来的电报，白崇禧准备对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动手，对文化界也要进行镇压。委员长，这是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的抗议。朱德、彭德怀，八路军都出面了。苏联大使馆已经召回我们，他们的大使想面见委员长。是吗？苏俄向来对我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都很感兴趣啊。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已经第2次向蒋介石交涉，要求他们立即撤围。可是前线到现在还在打着。Тогда м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екратим поставки оружия. Вы на меня можете полностью надеяться. Я имею влияние на процесс. 都不要想吓唬我们，什么美国佬、俄国佬，都不要想插手我中国的事业。共产党只为抗日存在，也可以发展，但是不可以做大，这就是底线。谁要想突破这个底线，我将动员党政军逼其就范。我要做如下调整：任命汤恩伯为瓦泊区总指挥，任命王忠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湘西区总司令。开始进攻，限期2个月。另外，对外宣布新四军是叛军，撤销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副军长项英捉鸡擒拿，归案讯办。新四军皖南突围部队9000余人，在顾祝同部约8个师、8万人的围攻下，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
叶挺自此开始了漫长的国民党监狱生涯。快点，走，你凭什么抓我们？凭什么抓我们？凭什么呀？凭什么？走，快走，快点，快走，快点抓我们！快点，快走！快点！老师，大龙，而此前此后，国民党顽固派还制造了雀山、博山等惨案，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与抗日志士。亲者痛，仇者快。关键他们掩盖事实真相，欺骗国人视听啊！那就揭露他们。同志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命令边区的一切部队做好准备，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另一方面，三句话：还是统一战线，还是团结，还是抗战。毛泽东的话说得好，还是统一战线，还是团结，还是抗战。这是何等之胸怀，这是何等之气概，这是中国人民在黑暗天空里的彩虹，这是山雨欲来前的雷电。把皖南事变真相公开信马上给蒋介石，一定要明确地表示，我们要求释放叶挺。去告诉他们，这封信如果公开的话，我就杀了他。虚张声势，我就不信他们敢动一个北伐名将。这说明蒋是怕我们公开这封信，我们就是要公开，不但在国内，还要在全世界。斯诺，你能帮这个忙吗？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有困难，我当然很想帮助你们。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到齐了。好，党中央充分地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蒋介石已经下了与我党破裂的决心。这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日本国内有些人在向蒋介石要橄榄枝，在我们国内呢，投降派的苗头也在上升。所以蒋介石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奇怪。根据刘少奇建议，毛泽东同志主张，在政治上要全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另外，组织决定撤销部分办事处，干部迅速撤离。党中央决定，重庆方面，我建议董老、英超近期离豫。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及海外撤离。新华日报怎么办？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舌，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能停。但是要压缩版面，每天只能出半版。留守人员要加强气节教育，销毁电稿、密码文件。至于什么时候撤回延安，等中央通知。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们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的真相，我已经看了，可以发了。要让重庆知道真相，特别是民主人士要知道真相。
同时要动员文化界人士迅速撤退到香港。1941年1月25日，保卫中国同盟在新闻通讯中以坚持统一战线为标题，详细说明了新四军被袭击的经过。斯诺的文章在国内外各大报纸转载，引起巨大反响。周先生，最近我看到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报道后，我心里一直担心，国共合作会不会就此破裂，联合抗战会不会就此夭折呢？抗战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主张，只是我们现在在争取时机好转，同时要准备应对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那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决定的。如果抗日战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那我们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想转告黄炎培先生的一句话：不论事情的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错知是完全错误的。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就连杂牌军和地方有势力的人，他们都认为，如果解散了新四军，就是解散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先兆。所以大家都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同时也对蒋介石有些恐慌啊。你们的担心不是庸人自扰啊！谢谢你们对共产党的同情。不是同情，是支持。对，是支持，是支持。那就更要感谢你们的支持。应该的。周主任百忙，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告辞。好，告辞。好，请留步。好。我认为这样的动作是很不好的，那首先就激化了。他们是共产党的朋友。给孙子的信发出去了吗？已经发出去了。要争取美国的朋友，让他们去影响美国政府。Well, I'm very surprised about the incident, but I must say that my opinion on the matter is... Mr. President. I'm glad to meet you, Mr. President. I'm sorry, you probably haven't adjusted to the time change yet. It's my honor, Mr. President. Well, let's get started. Snow wrote a report on China's situation in southern Anhui. His report differ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ambassador. I'd like to hear your opinion. President, I will give you the best realistic situation as I was in southern Anhui at the time. Excellent. It is exactly what I want. Now, just go ahead and tell me as much as you possibly remember about exactly what is going on in that area. It may not be detailed enough, Mr. President, but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 know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n that place and at that time. Mr. Prime Minister,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regarding the 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Let the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tell Chiang Kai-shek, civil war will only strengthen Japanese attack, which is something the British Empire does not wish to see. Allow m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If China decides to restart the Civil War, Chongqing will not receive any financial ai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That's it. No more questions. Я хочу, чтобы ясно дали понять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Китая,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е хочет виде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в Китае.
毛泽东丢了7000人，倒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同情他。这就是政治。校长，我们没有打是对的。目前就军事而言，据我可靠的侦查，八路军已经做好了全面反攻的准备。另外，据我最新的情报，他们新的新四军军部就要宣布成立了。如果现在要打的话，这件事暂时先放一放。但有2个人必须处理：刘亚子开除党籍，那个叫斯诺的外国记者驱逐出中国。是，校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新四军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主席，朱老总，这份命令要不要报重庆？不要。在蒋介石对于新四军的问题没有满意答复之前，八路军停止一切对他的呈报，包括战报。我们也不向他们申领经费，他们如有来电，八路军办事处可以接收，但是不回复。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中坚力量。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第三，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新四军军长；第五，交换新四军全部人马枪支；第六，复削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部队；第八，平回西北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训；第12，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进来。委员长。张聪啊，坐下来讲，你总算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啊。委员长，这件事情没办好，实在不好意思。这也不完全是你的错。现在我想到了，我们是应该坐下来谈谈。听委员长的意思，比方说是和共产党的周恩来、叶剑英谈，还是两党之间的谈？当然，这是很好的方向。不知道委员长您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叫周恩来、叶剑英去转告他们，我同意他们去江北，也可以考虑新四军编入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八路军，是蒋委员长不看报呢，还是代理没有把这一重要消息报给蒋委员长？新四军军部重建，听说日本东京的报纸都已经发布了消息，蒋委员长不知道？
这件事，委员长真的可能不知道。装聋作哑吧，就当他不知道。请张先生转告他，军部已经重设了，并宣布了新任的军长。请张先生代我们声明一下，陈毅是代军长。哪一天叶挺军长回来了，他还是军长。我们郑重声明，蒋介石必须释放叶挺军长。叶剑英同志的话就是中共中央的态度，蒋委员长必须释放叶挺军长，他无罪。新四军也不是叛军，要想恢复两党谈判，有一个条件，不同意12条，无谈判可能。这个，魏佐，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提出要见周恩来啊。罗斯福的代表，让一个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他想干什么呢？魏佐，罗斯福想干什么，我们决定不了啊。告诉他，周恩来回延安了。这个恐怕，因为听说是斯特朗向罗斯福传的口信，美国议员比我们清楚皖南究竟发生了什么，比我们还清楚。让他先去见吧。请转告居里先生，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不是我们损失了多少人多少枪，而是痛心这些力量没有用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上。这也是罗斯福总统担心的。日本南进最大的阻碍，就是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如果这种局面被打破，那是罗斯福总统不愿意看到的。正是为了这种团结的大局，我们才全力避免冲突。但是蒋介石不肯放弃反共，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日本是一定要南进的。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一旦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援助。当然，蒋介石他们在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是肯定不会改变什么的。我同意您的分析，但是蒋介石还没有明白。请用茶。I really talked enough today.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The point that I want to make is that you have to achieve the resolution with the communists. If you don't, there is no wa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r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continue to support you, either economically or militarily. 不可能有任何的进展。请。外交上3个大国向我们施加压力，日本人那儿啊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全面进攻啊，真是让人心忧啊。我不等他了。
建峰，他心里装的没一件顺心的事情，你好好的照顾他。知道了。静儿，静儿，哎，刚才是不是子文来过啊？是的。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哦，没什么事。啊，父亲，你喝水。不用了，放在那里吧。很难吧，父亲？中国的汉字里，难就是难，不要加个很。可以放共产党一马吗？如果因为你懂得一些俄语，看过几本马列的书，我可以原谅你。但如果从政治上来说，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了。请父亲赐教。不抗日，亡国；不反共，就是亡党。怎么讲？日本和中国开战就是要灭亡中国，东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抵抗就等于是死。满洲国是什么？是另一个国家的意思，是日本的附属国。可是共产党和我们打了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去看看他们的党章就晓得了。不做大可以共同抗敌，做大了就是统一我们。日本人啊，准备在河南动手了。他们集结了7个师团，10余万人，把唐安伯给包围了。刚才因此啊，并没有坐上关虎斗啊。蒋介石和我们在政治上有斗争，但是共产党抗击日本军队这个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啊，要通知京畿路域的前线部队随时做好准备，打击来犯的日军呢。我同意。朱老总啊，我分析啊，蒋介石在1月17日把反共的高潮推到了顶点，却没有想到招来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这是他始料未及。我判断接下来啊，他可能会有所妥协。是的，尤其是民主党派反应激烈。这是蒋介石没考虑到的。加上现在美国人的态度，我想他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吧。那么咱们也得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啊。周副主席，起电。啊，来，大家都过来一下。来。我把毛泽东同志刚刚发来的电报给大家传达一下。毛主席说，以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一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进攻得如此之急，1月17日命令如此不得人心，他们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要开了，非想个办法更加于他不利。好，党中央再讲下一步棋。破坏抗日的大局一定是不得人心的。我想毛泽东同志一定是想到了即将召开的第2届全国参政会。参加参政会的人员名单
是在皖南事变前10天公布的。本来呢，我们是有7个人要参加，毛泽东同志是要和你们一起参加的。原定是3月1日召开，没有想到发生了皖南事变。可是我们提出的12条，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你们说，我们还能参加吗？不能。我听美国的朋友说，罗斯福代表居里留在重庆没有走，就是为了观摩这个大会的。如果我们不出席这个大会，那蒋介石就无法向民主党派和罗斯福交代了。民主党派给我出了个主意，沈钧儒、黄炎培他们对我说，我们以参政员7个代表的名义，将12条作为提案交给大会。哦，那要谢谢他们啊，给我们出了一个十分高明的主意啊！怎么会弄成这样啊？这分明是共产党的彻底决裂呀！哎，你再去找周恩来，人家既然把12条提到了参政会上，我们应该有个态度才是。既然提到参政会上，人不参加会议怎么讨论？又怎么表决？世杰兄，你是真不明白吗？人家是让委员长新表态，他们不信任我们。王世杰没搞错吧？接受12条是我们参加议会的条件，他不明白吗？我们都明白，但是参政院谁说了算？是委员长啊，没有他的态度不行啊。要不，我约委员长，你们当面谈谈。这么多天来，政治压迫之严重，可以说接连不断，无理以及，实属忍无可忍。那也得忍啊，周先生，您是知道的，委员长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搞不好他会翻脸的。还没翻脸吗？现在所做的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八路军办事处各地工作人员，封杀新华日报，这还不算翻脸吗？至于见不见的，毫无意义。还是让我们涉过黄河的那一老套，还能有什么？周夫人，我先告辞了。啊，我送您吧。周先生，这些我都会跟委员长说的，但是我真为你担心呐。谢谢你。这边请。别在这儿站着。现在我就算躲到防空洞里，也不安全。你先忙吧，我给中央写份文件。主席，我想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渐渐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方的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或中坚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院来调解是必要的。我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寇，毫无所惧。Darling， 报告。进来吧。校长，夫人。Darling。啊，于诺在。
于先英走了吗？2月1日就走了，是何总长签发的通行证。现在剩下来的人就是周恩来、董必武，还有邓颖超。另外，《新华日报》每天只出半版。啊，你先下去吧。是。主席，离参政会还有4天了，一直没有得到我们这方面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比较着急。今天上午，张冲又找到周副主席，拿出蒋介石的几点意见，希望周副主席向中央汇报。主要内容有3点：第一，军事上18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往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可以留在华中。同时再归还一个军的番号，补新四军的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和晋察冀政权照前议。第二呢，参政会请董必武和邓颖超出席。第三，军事上停止进攻，政治上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的事情。看来国民党方面已经是走投无路，软下来了。还得再给他们加码。给恩来同志发电报，除非12条能够满意解决，并求有保证之前，绝不参加参政会。这口吻不等同破裂吗？责任在国民党，我们为挽救破裂，故提出12条。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可能要回去讨论12条，做些完善。这12条公还能收回吗？董必武、邓颖超能出席会议吗？不可以。看来让外也必须让内。夫人 ，Darling，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让一步。这真是很奇怪啊！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关注重庆这件事，我看他们并不是关注什么参政会，而是关注共产党是否能够参加参政会。是啊。如果共产党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那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主席，这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了。这是蒋介石在大会上讲话的要点。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我们中共，但是他不得不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了。虽然他不肯认错，但态度明显软化了，这说明我们前段时间的斗争还是很有效果的。他蒋介石的这个发言其实是一种阿 Q 主义骂我一顿，他这个脸上就有面子了，正好可以借此收兵了。这实际上标志着国民党发动的第2次反攻高潮已经被我们击退了。往下来看的话，国共两党的关系将会有一段缓和时期。的确如此，就连宋美龄也要请周副主席吃饭了。他这是在给蒋介石找台阶下嘛。我认为这个台阶我们还是要给他们的。在当前中国的2大矛盾中，中日两国间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间的矛盾处在从属的地位。先前蒋介石也曾约见周恩来同志，但都被我们拒绝了。
那是因为当时还有许多社会人士并不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现在事实已经公之于众，在真相大白、人心向我的形势下，确实可以暂停纷争了。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我们这个时候也应该顾全大局啊。我们可以坐下来和他蒋介石好好的谈一谈，缓和一下对立的空气了。感谢各位光临寒舍，区区小菜不成敬意，来，请。来，我们举杯。这样，来，大家尝一尝啊，吃菜。我们有2个月没有见面了，由于忙于参政会的事宜，也不便相见。现在会开完了，情形也缓和了，终于可以聚在一起坐下来谈一谈。来，用餐。委员长，那我们就先讨论讨论新四军事件、政治压迫、防地问题、扩军问题、饷弹未发问题、新华日报问题和中共12条。大家边吃边谈，边吃边谈啊。新华日报在今年2月，由于受贵党特惠报刊等规定，只准印不准卖，每天只能出半版。订户受到特务威胁，不敢去领；报贩怕被追捕，不敢再售。这样对待新华日报，跟封闭报馆有什么区别？居然有这样的事，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事，委员长和我根本就不知情。言论自由，新华日报不是应该受到合法的保护吗？夫人说的没错，可是我第18集团军驻各地的办事处不断受到压迫，贵阳警备司令部将我部8人带走，高级参谋李涛被拘留，西安办事处汽车队、兵站、仓库多人被捕，这些事难道夫人也不知道吗？夫人对这些事情当然是不知情啊。不过恩来，刚才你讲的那些部队驻地，以及军队多一点、饷弹多一点，这些都没有问题。前提是你们必须要服从中央的命令，这些就容易解决。周部长、周夫人，那些都应该是下属所为。委员长以前不知情，现在知道了，他一定会解决的。可是这次的皖南事变也非常的严重啊。我在参政会上已经明确的讲过了，皖南事件不牵扯到党派与政治，以后也不会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目前国民政府以及全国的广大民众的头等大事，那就是要一致抗日，并要惩处那些民弱的败类及头等的汉奸党。至于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希望能继续精诚团结，长期讨论。来，请用餐。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急？委员长，皖南事变只会让新四军和华中抗战根据地走上新的一页，新四军也只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指挥的队伍。从此以后，这麻雀恐怕要满天飞了。感谢委员长和夫人的盛情款待。来，大家干一杯。
唉，朱老总啊，咱们又一关过去了。哦，是个大难关啊！我们进行了20年的革命时间，有很多东西啊是需要总结的。不过呢，现在我们的党已经到了快要自评的时候啊，否则我们就无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也无法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啊。说得对。哎，我们要急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学习的方法。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100年来，其优秀人物的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10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呢。周先生，写得真好啊！是啊，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啊！严老板，不是跟你说了，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要来办事处吗？今天可是重要的事情啊！什么事情？昨天我参加了一个酒会，会上有一个喝多了的德国军官跟国民党的一位官员说，德国最近要进攻苏联。情报准确吗？准确。当时他是用英语说的。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要转告中央，即刻转告斯大林同志。好。Herr Stalin, Prosperität und Ihnen alles Gute. Und dass die Freundschaft zwischen der Sowjetunion und Deutschland auf ewig und ewig hält. Желаю успеха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я, СССР. Я верю, что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вели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мир и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Ich glaube fest, dass unsere beiden große Nationen. Спасибо за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Я верю, что наши народы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объединять дружба. Verbunden bleiben. Danke. Спасибо.德国要入侵苏联？不会吧？他们可是在1938年8月23日，这苏联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有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
Он всегда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смешные анекдоты.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Что? Ну-ка посмотри. Что ты думаешь, такое 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очень непростой вопрос. Но я доверяю нашей разведке. Отправь телеграмму в Пекин. Скажи на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что мы их благодарим за хорошую новость. Есть,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Unser neues Hauptquartier, die Wolfschanze. Was halten Sie davon? Mein Führer, ich danke, dieser Name entspricht den deutschen Tugend. Wir sollen die Kehle unserer Feinde beißen. Sehr gut. Genau wie die Wölfe. Nun. Ah, danke sehr. Bitte sehr. Helfen Sie mir doch bitte beim Schreiben eines Briefs an einen Freund. Nach monatelangem Überlegen und Beratungen mit meinen Vertrauten, nach langem Warten, habe ich endlich eine äußerst schwierige Entscheidung treffen können. Der Engländer ist bald besiegt. Er gleicht einem Ertrinkenden. Aber sie haben immer noch Hoffnung. Mit Grund. Die Zerstörung Frankreichs war den britischen Kriegstreibern ein gutes Beispiel. Denn sie haben gesehen, was im Bereich des Möglichen liegt. Man bemüht sich nun, einen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voranzutreiben und der Deutsche wird der lachende Dritte sein. Was ist das denn? Ach! Ausschalten! Sie da bloß aufgelegt! Das ist ein niedriges, ein verhöhnendes, ein absolut absurdes Lied, was Sie mir da aufgelegt haben! Warum? Ich will, dass dieses Stück auf ewig verschwindet! Ewig! Ich will es nie wieder hören!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немецкий офицер, который перешел на нашу сторону, сказал, что Германия нападет н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утром 22 июня. Я не верю. Этого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Я думаю, это какая-то провокация Гитлера. Ты что думаешь, Тимошенк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над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личному составу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войне. Все войска должны реши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план сражен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Не надо делать поспешных выводов. Мы не можем совершить ошибку, чтобы дать Гитлеру повод для нападения. Все, идите. Неужели и правда к нам пришла война? Sta dormendo. Per favore, svegliatelo. Ho una notizia esplosiva da dargli. Vieni pure.
Signore, Ciano vuole vederla. È una cosa importante. Va bene, va bene. Cazzo! Mio re è Benny addormentato! Chi è? Chi è? Ci sei? Sono Ciano, ho delle cose da informarti immediatamente. I tedeschi di venire qua! Hitler! Ah! Che cazzo vai, Hitler? Mi chiamo tutte le volte lo fossi su il fortissimo cane di guardia. Chi c'è? Chi c'è? È molto importante. Vengo a fare rapporto. Dammi. Tutte le volte che voglio fare un caso, lui la fa. Hitler invaso Unione Sovietica. Prima o poi incontrerà Unione Sovietica, non alla Francia。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德国空军出动1200余架飞机，其中水平轰炸机510架，俯冲轰炸机290架，歼击机440架，同时向苏联西部边境4个军区发起突击。希特勒闪电夺取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Немецкие самолеты уже бомбят Киев, Минск, Иркутск, Хабаровск, даже Казахстан. Поэтому все воинские части начали мобилизацию. По сведениям Кузнецова, Северный, Черноморский и Балтийский флота готовы к сражению. Все готовы к сражению. Все готовы. Алл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Алл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вы поняли меня?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1941年6月22日，一个黑色的日子，一个让世界震颤的日子。这一天拂晓，法西斯德国的铁甲履带碾碎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苏联1800公里长的边境线，也碾碎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20多万期盼和平的人民的心。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немецкие войска в больш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пересекли границу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е и юго-западе. Мы виде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анков. Мы несем большие потери. Вы меня слышите? Алло, что мы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В центре мощнейшее танковое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И мы уже несем огромные потери. Алл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алло, алло.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宣战。希特勒以300万大军、6000门大炮、4000辆坦克、1000架飞机，对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一线的苏联边界展开了势如破竹的巨大攻势。德国坦克和步兵师像浪潮一般涌入苏联境内，在短短1个星期里，德军突入苏联境内600公里，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连夜飞回白宫结束。法西斯是这样的。在希特勒的指挥棒下，德军对苏联的进攻3路齐发。北路直指10月革命发祥地列宁格勒，中路目标苏联首都莫斯科，南路则扑向盛产煤炭、石油，同时又是东欧米粮仓的基辅、哈尔科夫和顿巴斯。
Mr. President. We warned Stalin 6 months ago, but he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Stalin trusts too much the non-aggression agreement he signed with Hitler. But he forgot the person he was dealing with used to be in prison and has a criminal record. He's a rogue. We need to unite against Hitler in all actions. Hitler is dangerous not only in Europe, but also in the American continent. Any action against Hitlerism should be united. This would accelerate the overthrow of the German fascism ruler and also promote national security. Mr. President, I have a suggestion. Soviet Union, they have depos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froze their accounts since they signed that agreement with Germany. So, do we unfreeze it? Soviet Union needs money now. Unfreeze the accounts. Okay. 苏联最高统帅部向全世界共产党人通电：德国法西斯已经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宣战，伟大的苏联红军和人民正在全力抵抗。哼，苏联那么大，谁能一口吃掉呢？我们中国也一样。日本人发动战争的时候，狂妄的叫嚣，3个月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是1941年，日本解决不了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事，只有靠我们自己来解决。对，靠咱们自己。是啊。想当年啊，拿破仑也是发动的夏季攻势，可是到他打到莫斯科的时候啊，已是满天的大雪在等着他。这个大雪啊，可不是让他拿破仑去欣赏，而是把他的入侵大军全部送进了坟墓啊。Я думаю, что 21-ю дивизию под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м генерал-лейтенанта Попова мы можем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в районе Ленинграда. Вот в районе Балтик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ее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25-ю дивизию под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м генерала Кузнецова. А не могли бы 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30-ю дивизию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под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м Василевск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резерв армии. Он только для кр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огда наступит это время? 30-я дивизия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для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Япон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У нас одна палка и 2 волка. Я думаю, нужно дать задание нашим спецслужбам, 4-му отделу. Пусть узнают истинные намерения японцев. Это поможет нам выработать прави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Так и сделай.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I am sure you are already aware that the Soviet-German war has begun. Yes, the notice we sent to Stalin now becomes true. I would like to state our policy. Any individual or country that opposes the Nazis will receive our aid. And any people or country that supports Hitler will be our sworn enemy. In the past 25 years, no one has opposed communism the way I have. America has decided totally to support Russia's against Germany. Let us learn from this experience and put more effort to work together to fight the enemy to the last man standing. Kimi wa kawaii desu ne. Koe mo kirei de, itsu demo kiite itai desu. 飲もう。
もう一杯飲もうか。ちょっと待って。俺が行くから。まだまだですよ。変わるよ。君はとても可愛いです。何？うまく言えないですけど、とても可愛いです。あなた日本語が本当上手ね。いやいや。